50年后，太阳氦闪爆炸将会吞噬整个地球，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。世界各区正在纷纷实施自救计划，为逃离这场灭顶之灾而努力。验证通过，准许启动。启动！裴总工，太阳氦闪爆炸提前了。太阳氦闪爆炸突然提前50年，此前大夏制定的地球流浪计划再无实现的可能。米方在得知太阳氦闪爆炸提前的情况下，却隐瞒不报。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只顾保全自己，根本没打算实现地球流浪计划。米国，你个王八蛋！重生了！既然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拯救地球。这一世，我放弃了保送博士的机会，直接带着图纸加入了制造氦三引擎核心的工厂。整整1年，氦三引擎核心终于要完成了。现在，只要将氦三引擎核心运到未来联合梦大会，一切就还有机会。重活一世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拯救地球！快跟我去医院！依依她难产了，医生说可能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呀！各位师傅，你们别搬了，快送我们去医院呐！不能跳！上一世依依也是难产，但最后母子平安。对不起依依，我不能陪你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难产都要死了，你还在捣鼓这个破玩意儿！我爸，要干什么？真相安全，我也很担心他们母子。不能当时匹夫有责。而且，各位代表，今天我们必须宣出拯救地球的计划，否则人类物种将非常危险。恭喜特普森阁下，这一次一定是您的诺亚方舟计划中选。宋夏代表这话说早了，在秘书长宣布结果之前，谁都不能确定谁入选。哎，特普森阁下，您真的是太谦虚了。诺亚方舟计划就是个骗局。他们对外标榜说，建造宇宙飞船，将全人类运离地球，以此躲避太阳氦闪爆炸。可实际情况，他们只会带着有钱人逃离地球，地球流浪计划才可以拯救全人类。我建议实行地球流浪计划。你不会想采取某种动力，让地球脱离太阳引力，向反方向逃离太阳氦爆炸范围，带着整个地球在宇宙中流浪吧？就算你的计划可以实行，但地球上可没有这么充足的能量储备，你拿什么做动力能源啊？氦三所指，氦三，地球流浪计划。怪不得他不来医院呢，原来跑到联合盟大会上吹牛去了。这叫氦三引擎核心，裴强发明的引擎核心是目前唯一可以拯救全人类的。全世界那么多专家都做不到，他就能做到了。事实上，裴强已经做到了。把氦三用作核聚变是全世界所有学者的梦想。孩子，爸爸他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到时候你就不用住在地下城，抬起头就可以永远看见蓝天。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施。没错，全球氦三储备量只有500公斤，更何况这种气体极难提取。早在20年前，特普森阁下就联合西方顶尖科学家一起研究，直到现在都没有成果。连特普森阁下都研究不出来的东西，你们大夏凭什么研究得出来？依我看，这份流浪地球的计划书就是造假吧。引擎核心我已经研制出来了，正在运来的路上。好，太稀罕！你怎么可能造得出那种引擎核心啊？你不会是从米国偷来的吧？我不相信！大夏代表，如果你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证明你们的计划可以实施，请立即停止你们没有必要的发言，否则我将把你们赶出会场。秘书长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氦三引擎核心和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，但在那之前，你们先看看这个。我还以为你真有什么证据要给我们看呢。
原来就是这么个破盒子。你该不会想说氦三引擎核心就是这么个破盒子吧？我要谴责大夏，他竟然放任这种人进来捣乱。就这么个小盒子，能放得下氦三引擎核心，我看是他在戏耍全球所有顶尖的科学家。就凭你一个臭拧螺丝的，你能知道提取氦三的原理吗？依靠现在的技术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，更别提要制造出必须的钛铁矿石了。我们和特普森阁下的团队研究了10几年，两国投入了超1000亿美金的资本，我们还拥有着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团队，都没有研究出来。你一个臭拧螺丝的大夏人，凭什么说你做得到？钛铁矿石早就被物理学界认为不可造出之物。很遗憾地告诉你们，这种技术已经被我们攻破，并且已经可以随意提取钛铁矿石。It's impossible！ 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们的航天技术竟然领先全人类了！你不是在做梦，这都是真的！多亏了梅强，这帮太牛了，干死他们！奥利给！氦三是无色无味的气体，你这块铁矿石分明带有铁锈味，这根本不是钛铁矿石。氦三的确是无色无味的气体，不假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高温环境下跟铁的反应，在跟氧气中和的情况下，就会带有刺鼻的铁锈味。这不会真的是钛铁矿石吧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到了在室温环境下提取氦三。不可能，大夏绝不可能拥有氦三的提取技术。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工厂打螺丝的工人，提取氦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科普森先生，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这都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。肯定是假的！大夏怎么可能会有超越我们的技术？大夏竟然敢在未来联合盟大会上造假，这分明就是侮辱我们，侮辱全球科学家的研发成果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尽管拿去检测。如果不是氦三合成的铁矿石，我立刻离开未来联合盟大会。那既然你已经研发出了氦三引擎核心，那我们需要看到证据。如果不能提供装置来证明，那就说明现在说的一切都是在放屁。你刚刚不是说把氦三引擎核心研发出来了？那氦三引擎核心在哪？赶紧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！引擎核心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很快就会到。我看是根本就没有吧。一定要赶上。既然大夏根本提供不出氦三引擎核心，那我们究竟还在这里等什么？秘书长，赶紧结束会议吧，停止这场没有意义的玩笑。只有特普森先生的诺亚方舟计划是唯一可行的计划。秘书长，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，我保证马上就会让大家见到氦三引擎核心。你拿什么？就凭一块破石头吗？难道钛铁矿石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最难突破的氦三提取技术，我们已经拥有了。研发氦三引擎核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哎，米亚纳米达，张先生，他刚才说已经制造出了氦三引擎核心，可是他现在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到我们面前。如果他能拿出来，我们就同意你们大夏的计划，加入不就好？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他根本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啊！秘书长先生，请再给我们，给大夏一些时间。秘书长先生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。哇靠！这里是联合盟大会，不是你们过家家的地方。如果再等下去，他还是拿不出氦三引擎核心，那么诺亚方舟计划的技术将不会再给全球所有人使用。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，就要稳稳地站在这个星球上。生存的障碍从来不是弱小，而是人性的傲慢。勇气可以跨越时代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一定可以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。你是在给我们洗脑啊？搞传销的？好啊，既然大夏说我们傲慢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不过，要是在1分钟内我们看不到氦三引擎核心，你们大夏就要将全国财富70%上交给特普森先生作为补偿，并且你们大夏所有参会人员需要当众下跪，向特普森先生道歉。我老，你大爷的，实在是太欺负人了！1分钟怎么可能送到现场？
他们就是故意的，就这样来侵吞大夏的资产。地球都要毁灭了，他们竟然还想着抢钱？难道他们的脑袋里边就只有钱吗？他们就是怕我们大夏有朝一日崛起，所以才要把我们死死踩在脚下。现在敢拿出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，真当大夏还是以前的大夏？大不了就跟他们干，让他们电视赛，掉了14亿的储备金。真的吗？你这是在欺负人吗？1分钟的时间怎么会够？1分钟足够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啊。如果你输了，你们要拿70%作为补偿给特普森阁下，还有全国人民跪下来给特普森先生道歉。你们就是在害怕大夏的科技超过你们。我们会害怕大夏超过我们？一个被我们制裁了这么多年的落后国，连光科技都得从我们这里高下迈进。你们大夏要是真有能力，又怎么会让我们白赚这么多钱？科技是要靠脑子一步一步发展起来，他们连走都不会还想跑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谁说我们是在痴心妄想？早在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就独立造出了第一台光刻机。没有条件，我们就自己创造条件；没有技术，我们就独立摸索技术。大夏文明上下5000年的历史，也曾辉煌，也曾动荡，但从来都是我们自己克服难关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。还自己走出来的啊？高端 EUV 光刻机，你们还不是造不出来？别再转移话题了，这1分钟时间马上就过去了。你们的引擎核心呢？你们只剩10秒钟的时间，就给特普森先生下跪道歉。我看呀，你们根本就是没有那颗氦3引擎核心，连这块铁矿石也都造出来。看来我留在这里主要是得浪费时间。在座的各位国家代表，如果有想留下来，将会是特普森先生的公敌，并且之后也不会向你们提供未来杭州球。以后没有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说，要不然只会害了你们自己人。难道真的一切都来不及了？报告，氦3引擎核心已安全送到。诸位，氦3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！氦3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！这个就是氦3引擎核心。这个孩子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是爸爸造的引擎核心，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东西。等你长大后，就不用生活在这地下城了，抬头就可以看见蓝天白云了。这可是经过大夏几代人的努力才研发出来的氦3引擎核心。上一世因为氦闪爆炸的提前，没能救下所有人。好在这一世，我提前50年让氦3引擎核心问世。50年的时间足够我重新部署地球流浪计划。这一次，我一定可以用氦3引擎核心拯救全人类。这真的是氦3引擎核心吗？钱老，造出来了！氦3引擎核心造出来了！你说什么？氦3引擎核心的时代来临了！没想到我这块入土的人了，竟然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氦3引擎的问世啊！我大夏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。你为什么要撕毁我的研究文件？
知道我为这些数据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吗？这是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，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在盗取我们研发氦三引擎核心的核心机密。你们的氦三引擎核心都已经研究失败了，那些数据有什么好偷的？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？有本事去你们自己地区的实验室研究去！这骗你们大侠还想掌握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技术？我敢打赌，再给你们100年时间，你们大侠也造不出氦三引擎核心！哼！没想到，西方世界几十年没有搞定的难题，被一个年轻人搞定了。我要到现场帮他。钱老，您身体不好，受不起这折腾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去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，我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，我一定要到现场去见证。更何况，要验证氦三引擎核心没那么简单，特普森他们一定会搞事儿的。那孩子需要我的支持。钱老，穿梭车已就绪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好。这竟然真的是氦三引擎核心，他们大夏竟然真的把氦三引擎核心给造出来了！不可能，他们大夏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科技。再说，我们研发的初代氦三引擎核心，少说也有20层楼这么高，而他这个怎么会这么小啊？这一定是假的，这说不准就是他们从哪辆车上拆下来的发动机，为的就是阻止大会的正常推进。哼！各位，我想请问，你们研发了几代氦三引擎核心啊？米国和我们联合整个西方科学家造出了第一代氦三引擎。虽然我们失败了，但我们有前车之鉴，氦三引擎核心的体积不可能这么小。哦，那我再请问，第一代计算机，也就是图灵机，当时有多大？第一代计算机占地170平，重达3吨，但当时的运算量仅仅每秒只有5000次，而现在我们手机里最普通的芯片都能达到每秒11万亿次的运算量。科技在进步，时代在发展，难道你们现在还会拿着重达3吨的计算机在这里算数吗？太好了，有了这个氦三引擎核心，我们大夏的计划终于有机会入选了。Impossible！ 你们的氦三引擎核心一定是假的。对，我们联合了西方整个最顶尖的科学力量，研发出的第一代氦三引擎核心都没有成功，就凭你一个臭拧螺丝的，怎么可能会造出？我绝不会允许这样一个造假的计划被列入投票之列，除非你当场启动验证给我们看。特普森，你刚才口口声声说，只要我们把氦三引擎核心带到现场，就会同意我们大夏的计划，加入投票行列。现在你是要当着全地下城人民的面当面反悔吧？哎，张先生，特普森先生又没跟你们大夏签订什么合约，怎么能说反悔呢？总之，你们大夏必须立即启动氦三引擎核心，否则就是证明你在造假，马上滚出联合盟！氦三引擎核心的研发初衷可是为了推动地球而存在的。你这么小的引擎核心，别说是推动地球了，怕是连个游轮都推不动。众所周知，氦三引擎核心的输出方式是正向反馈，其能源损失率几乎为零。我现在不仅质疑你这个氦三引擎核心不能正向反馈，还不能成功启动。他肯定不敢启动，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对，为的就是故意抹黑美国的诺亚方舟计划，好趁机抬高他们大夏人的形象。大夏人全部都是虚伪，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。这是我们经过几百次实验得到的研究成果，你们刚才所说的一切，它都能实现。那既然你说都能实现，不如将它启动验证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如你所说的一样。大夏代表，请你们验证氦三引擎核心的可行性，否则你们的地球流浪计划将不会进入投票列，无法全球推广。秘书长，氦三引擎核心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，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。您确定
一定要在会场内验证吧？他不会真以为这玩意儿可以启动吧？年轻人有兴趣心是好事，但你不该当众骗人。大侠有个词叫哗众取宠，正好来形容你现在。你们米国没有资格对大夏指手画脚的来说教。既然你们想让我验证，可以，那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，启动氦3引擎核心的后果可是十分可怕。氦3引擎核心爆发出强大能量的同时，也需要足够的电力来支撑它的运行。一旦将其启动，它所消耗的电力不是各位能想象的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后果，就你这个还没桌子大的引擎核心，能耗多少电呀？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引擎核心消耗的电量不过是3000万千瓦电。就你说的这点电力，还不够氦3引擎核心启动1钟。真不敢相信，大夏人的水平居然这么低下。3000万千瓦的电量足以支撑一座城镇1个月的消耗量，而你居然说连1秒钟都支撑不到。氦3引擎核心必须搭配辅助器件一起来启动，但1年的时间太过紧迫了，我只来得及做出引擎核心的主体，没有辅件就不能精准的掌控它所爆发出来的能量，我也只能大概预估它的消耗。但像你所说的几千万的电，这绝对不够。那你说，到底需要多少电？最起码要抽干一个国家的电力。可地下城一旦失去电力，氧气储存就会以光速耗尽，在这种无氧状态下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因此丧生。就这么小的一个破烂，需要消耗一个国家的电力？裴强，你们是来诈骗的，拿个假东西来骗我们？就算是核弹爆炸所产生的能量，也不足以达到一个国家的用电用量。裴强，我看你这东西就是个半成品，根本不敢启动。不就是抽干一个国家的电力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最多也就是死几个人。现在我命令你立刻启动氦3引擎核心。既然你们米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没有辅助器件也可以启动引擎核心，那我就用你们米国的一国的电力来启动。什么？既然你觉得就是停电而已，就算死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那自然就要用你们米国的电力来启动了。一个假的引擎核心，怎么可能让一个国家的电力瘫痪？你有本事启动一个试试！这可是你的好朋友说的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，就用米国的电力来启动。什么？现在只要我按下去，氦3引擎核心就会被启动，到时候米国就会面临着全国停电，甚至会出现人员伤亡。我需要再跟米国代表确认一下。要按就赶紧按，有本事就按啊！我就不信这假引擎还真的能启动。我看你就是不敢，怕真的按下去启动不了，暴露你们大夏造假的事实了。我还想请在场的各位给我做个见证，若是我成功启动了氦3引擎核心，就把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列。Oh no！ 他这么演的那么像，那东西不会是真的吧？3、2、1。3、2、1 ，Wait！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。我提议立刻执行诺亚方舟计划，将大夏带来的假引擎核心销毁。请立即销毁！住手！你们米国一再出尔反尔，现在还要砸掉我们的引擎核心，你真当我们大夏好欺负吗？一个造假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出现在未来联合盟大会？这里不是你们大夏演戏的地方，给我砸！你们休想靠近引擎核心一步！都什么时候了啊，还在演？现在承认这个引擎是假的，还可以保住你们大夏最后的尊严。不，就算他们现在当众承认这东西是假的，也必须为今天戏耍全球人类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提议，即刻起大夏从拯救地球计划中永远出，并且大夏代表团要向全地下城居民下跪道歉。特普森阁下，
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？朴代表，你这提议啊，还是太仁慈了。我提议将大夏永远逐出未来联合盟。不错，我同意。严惩大夏，逐出联合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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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住手！住手！钱老，您怎么来了？任三，这都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敌视我大夏，还是这么迫不及待的打压我大夏，难道是怕美国在世界地位不保吗？笑话！米国被称为全球霸主，会怕你大夏？你以为你自己真的是物质太等了？谁不知道当初他在米国研究，也就只有查看公开文件的权限呀。那不用说了，肯定是你盗取了米国氦三引擎核心的研究机密才造出来。你们造的这个垃圾，就是按照米国的图纸做的。泱泱大夏还用不着用偷来取得科学领先地位。事到如今你还敢？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厉害，能造出来氦三引擎核心，那么当初你们还要去米国留学深造。陈兴国根本就不是什么物理学泰斗，他就是个小偷，是他偷走了本该属于我、属于美国的研究成果。一派胡言！我们大夏的创新成就，一不靠偷，二不靠抢，是14亿大夏人民靠着智慧和汗水奋斗而来的。我们大夏民族经近100年的努力，现如今可以站在联合盟，让西方世界忌惮于我们的科学技术。大夏民族已经彻底站起来了，大夏必将立于世界之巅。大夏民族已经彻底站起来了，大夏必将立于世界之巅。恐怕你们大夏是没有未来了，竟然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智慧造假的罗斯公身上。对，别演了，还是赶紧给全球人民下跪道歉了。相信裴将，氦三引擎核心一定是真的，马上就可以启动验证。钱老，我们还没有辅助器件，不能贸然启动。不就是辅助器件吗？我有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大夏这辈子就只配跪在我们脚下，竟然还敢私自研发氦三引擎核心的辅助器件！我绝不允许你们大夏有超越我们美国的科技！辅助器件最重要的芯片早就被我藏起来了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赶紧送回大夏，绝不能留给他们了。我们就用大夏的剑来验证氦三引擎核心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咱赶紧拿出来启动验证啊！辅助器件现在我没有带，我就知道你们会骗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哄骗我们，欺骗全球人民，你们要为此负责。虽然辅助器件我没有带在身上，但是我已经把它造出来了。钱老，您真的把辅助器件造出来了？多年以前，我和我搭档一起研究过第1代氦三引擎核心，只不过你这是第5代，与我当年制作的附件不能完全匹配。钱老，这已经够了，这已经足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了。那现在辅助器件在哪？在我当年的实验室里，只不过现在地面环境十分恶劣，附件被冰封在实验室，必须炸开冰层才能启动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开战机把冰层炸开，不就可以直接启动？不行，绝对不能用战机去炸，战机携带的炸药量太猛，一旦引起了冰层塌陷，这样冰层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覆盖掉，就彻底无法启动了。不用战机炸开冰层，那怎么去下面启动啊？既要炸开冰层，又要保证不会塌陷，就必须保证炸药的准确性。看来只能派人去炸，手动启动了。手动启动？
现在地球早已成了极寒之地，没有氧气，在零下70度的情况下，最高处的冰层已经有1万米之高。先不说这次行动成功率有多少，就是手动炸开冰山，万一冰层坍塌，这和去送死有什么区别？现在需要20名志愿者组成巨型方阵，同时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层，才能抵达被冰封的实验室。准确的讲，就是去送死啊！同时操作引爆炸弹炸开冰层，才能抵达被冰封的实验室。钱老说的是那片极寒之地吗？那里的冰层少说有数万米高，把整座城市都冰封住了，这怎么能进得去啊？这要是强行进去，绝对是死路一条啊！这么深的冰层，一旦被炸开，冰层绝对会被坍塌，到时候别说人了，一旦操作不当，整个城市就要被冰层砸烂。更何况那里几十年没有人去过了，说不定实验室早就被砸烂了。你们忘了，10多年前也是派了一批人进去，结果2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，全部被冻成了冰雕。这次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呢！什么冰封城市？我看你们是为了掩盖造假而编造了谎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辅助器械，还有这氦3引擎更不是真的，你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。So good， 难怪他们从一开始都不肯启动氦3引擎核心，估计什么消耗一个国家的电力，也是他们为了欺骗全世界民众而编造的谎话。他们根本就是不敢当众验证氦3引擎核心的真伪。氦3引擎核心当然是真的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启动啊？如今辅助器件的下落也有了，你们大夏派几个人去炸开冰层，启动就行啊！你以为冰层是那么容易被炸开的吗？一旦操作不当，就会有人牺牲。那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，都是有父母、有妻子、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你们随意裁剪的工具。虚伪！你们大夏人全部都是没有血性的废物，跟我们武士精神相比，那可差远。虚伪！你们大夏人全部都是没有血性的废物。안녕하세요，地下城的大夏士兵们，你们有人敢去吗？有的话就进来会场啊！看看，你们大夏整天以民族大义自居，说什么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哎呀，怎么现在全都怕死，不敢来啊？没有一个人敢硬打呀！早在几百年前，你们大夏就是我们泡菜国的附属。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你们10几个大夏人也抵挡不住一个泡菜国的战士，因为大夏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废物。大夏人不是因为害怕死，而是怕他们死的不值得。我可以在此发誓，氦3引擎核心一定是可以被启动的。如果没有人愿意去，那我就一个人去。你们大夏人在大义面前从来不怕死，而是怕有小人在背后作祟。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更何况这是关乎全球所有人的生死。如果非要有一个人去死，那我愿意做这个自我牺牲的人。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，就是把氦3引擎核心给造出来，带领人类活下去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，取义成仁，今日事，人间变种自由化。相信很快，我们再次抬头，就能看到蓝天白云，鲜花挂满枝头。我们的后代就能在大陆上自由的奔跑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任务？你要是出现意外了怎么办？我跟你一起去。すごい，还在演孤胆英雄啊！你们大夏人果然都是演技高超的懦夫。谁说大夏人是懦夫？谁说大夏人是懦夫？我去！还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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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！我们！谁说大夏人都是懦夫？还有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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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各位，大夏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大夏地下城的居民们，从现在开始打开除氧机和备用电源。虽然钱老给我送来了辅助器件，但不能完全匹配。氦3引擎核心启动后，会出现大约2分钟的全国停电。立刻启动紧急预案，告诉所有下水员工提前做好停电准备，把除氧机全部打开。收到。先不要急于行动，大夏有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何愁不行？大夏的未来有你们，就放心了。裴强，其实我还另有方案。裴强，其实你才是大夏的未来，不要动不动就说要去死。钱老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各位，我这辈子活了70多年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研究出氦3引擎核心。没想到在有生之年，竟然还能看到氦3引擎核心的问世。现在只差一步，我现在需要20名志愿者，与我一同组成破冰志愿队，一同操作引爆炸弹，炸开冰城。炸开冰城之后，有极大的可能会引起塌方，所以我这里只有单程票。钱老，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。等等，地球是我们的，交给你们这帮兔崽子，我不放心。钱老，你要的人全部带到。大夏50岁以上破冰志愿者，集合！大夏大学铁骑38师王建军到。大夏苍狼特种大队大队长赵峰到。大夏蛟龙第20区作战旅少尉秦怀玉到。李军到。张龙到。海文到。四海到。李云飞到。报告首长，破冰支援队总共20人，全部集结完毕。此次行动保证完成任务，请指示。此次行动保证完成任务，请指示。出发！大学铁骑、苍狼特种大队、蛟龙作战旅，这都是最顶尖的3军力量。他们曾经为了大夏，多少次驱赶境外势力，威震四方。没想到他们没有牺牲在战场之上，却为了守护我们，自愿葬身滨海。50多岁呀，这正是快要退休颐养天年的年纪，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半入骨的人，他们是为了我们才死去的。爷爷别哭，我会记得是他们救了我们的，他们是我们的英雄。没错，他们都是为了拯救我们才去英勇赴死的英雄。我们以后永远记住这一刻，永远记住他们。任何时候，大夏人都不会逃离自己的家园，这就是大夏民族5000年的历史与担当。向我们的同胞致敬，向英雄致敬！磨磨唧唧那么久，就挑了几个快死的人出来，一群贱民，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？就是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我们的时间很短，可以开启验证了吧？要是验证成功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把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之列 ？Of course, no problem. 但是验证失败了，你们大夏必须把所有财富上交给你，并且你们以后都是没有财富。此外，你们大夏所有人都不准参与诺亚方舟计划。如果真的只剩死路一条了，那死又有何惧？我们大夏民族传承至今，靠的不是什么诺亚方舟，而是靠的真真正正的人。
我的亥三以前核心一定会启动成功，绝不会把我的民族置于生死存亡之际。事到如今，你就别骗自己了。一个家的引擎核心怎么启动？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弃，接受现实吧。哎 ，my friend， 让他试试又何妨？等夺走他们大夏所有的财富，这样我们存活的几率不就多了几分吗？裴强，选择放弃吧，否则待会儿想要反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我是绝不会后，能不能启动成功，你们马上就能看见。这就是去实验室的最后一条通道了，所有的墙体都被冻裂了，随时会塌方，大家注意安全呐！是他吗？快跑！快跑！裴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警报？那些心电图显示直线的士兵都已经全部牺牲了。哎，西吧，你们大夏人素质也不行。要我说，你们还不如派几个年轻人去。你派这些50多岁的老头干嘛啊？这不等于完全送死吗？一群弱鸡还搞得这么热血沸腾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有多厉害。就算是去送死，也得完成任务吧。现在看来，他们连任务都完成不了。不如你们跪下来求求我，兴许我高兴了，我派几个人过去帮帮你们那群蠢货。不用你们假惺惺的在这装同情。如果不是你们逼着我们去验证，我们怎么又会派人去破冰？更不会有牺牲。来了，前面就是实验室的大门，我只能陪你。进去！你放心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我也会完成任务，绝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。现在就剩下一个死老头了，你们大夏人真是愚蠢！明知道引擎核心是假的情况下，还派去人送死，看来你们大夏真是人多不怕死啊！你们放弃吧，那个老头子根本没能力完成任务，你们大夏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秘书长，快将大夏移出联合盟吧，他们大夏已经没有能力完成任务了。按照约定，大夏代表必须当众给特普森以及米国道歉，并且将大夏所有财富全部移交给米国，从此大夏就将成为米国的附属国。可恶的人一定会完成任务的，我须是不计存亡。就凭这个死老头子啊！我劝你还是放弃希望吧，他活着跟死啊！赶紧跪下，向特普森阁下道歉！你们全部都跪下！秘书长，现有的一切已经说明，大夏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骗局。我请求未来联合联盟立即严惩大夏。大夏代表，信号全都中断了，你们的人已经全部牺牲，接受这个失败的结果吧。不，秘书长先生，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，请给大夏一点时间吧。大夏除了一次又一次戏耍全夏城居民，还会做啊？别废话了，赶紧跪下，向特普森阁下道歉！下跪道歉！下跪道歉！下跪道歉！道歉！和平志愿队呼叫总指挥台。呼叫总指挥台。钱老，是我钱老，我是裴强。现在现场什么情况？我这里画面已经中断了。报告总指挥台，我已经到达，
地面实验室，破冰实验室应到21人，直到1人。指挥台发布下一步指令。好，大夏总指挥台命令你开启氦3引擎核心不动器件。开心国领命。让我见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有用武之地，这个要发动起来呀！在场的各位，地下城的居民们，今天我们将见证历史性的火花。那些为之付出甚至牺牲的人们，将永远被这篇历史所铭记。在今天这一刻，我们全人类将进入全新的第7次工业革命。从今天这一刻开始，全人类将进入全新的第7次工业革命。没想到我也能亲眼见证历史的这一天了。话说，第7次工业革命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你都不知道？第7次工业革命将代表了人类将有能力驾驶飞船探索宇宙深处，表明了人类将彻底打开宇宙文明，进入星际旅行时代。只要启动成功，我们就不用死了。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，终于不用死了！死了！说这么多没用的废话干什么？赶紧按下按钮启动啊！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第7次工业革命吧。5、4、3、2、哦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，这肯定是他们造了假引擎核心，这肯定是他们从哪儿搬来的蓝色灯柱，对，一定是灯柱！操他妈的，音响呢？刚才的动静肯定是他们提前录制好的音响，现场肯定有他们提前藏好的音响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队长，这些蓝色粒子是什么？那是切伦科夫效应。切伦科夫现象是一种物理现象，在反应堆启动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高能的辐射，它以每秒钟1万万亿次以上的速度进行辐射，它可以轻易地击穿空气中的电子。这种电子在跃升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散发了出来。与红移现象相反的是，这种电子它的频谱处于蓝色光区，所以你们看到的是蓝色的光子。如果这些反应是真的，难道氦3引擎核心也是真的？秘书长，您被他们骗了，这些都是假的。No， 这根本就不是反应堆发出的射线，这是假的，这一定是魔术表演。没启动氦3引擎核心之前，你说我们是假的，现在启动了，你还说我们是假的。米国代表，我请你慎重发言。你们已经输了。哼，笑话！特普森先生怎么可能会输啊？
你不如先问问他，为什么启动之后没有产生能量波动啊？要知道，就算是最普通的核能引擎合金，启动的时候都会产生剧烈的能量波动，而你们的为什么没有啊？哼，刚才闹了半天说要停电，可现在停电了吗？啊，口口声声说为了全地下城居民的安全，还说什么辅助器件不匹配要停电2分钟。我看你们就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找的借口。哼，别着急啊，还有不到1分钟就会停电，请大厦所有的居民们立刻打开除氧器，做好断电准备。预计将在50秒后将会发生大范围性的停电。就算是最普通的核能，我就知道它不是这块料。人家米国那么多的高精尖科学家研究了几10年都没搞出来的东西，他凭什么搞得出来？爸，你要相信裴强，他一定可以做到的。刚才秘书长问的蓝色颗粒就是成功的最好证据。只有在反应堆成功启动的时候，才会出现切伦科夫效应。我不懂什么切什么科夫效应，我就知道他造那东西啊，别人不认可。再说了，要是真的，到现在怎么还不停电？氦3引擎核心需要调动大量电力才能正常启动，用这个验电器就能看到电力变化。一旦电压发生变化，那就表示着有停电的可能。这验电器上不还是标准的220伏电压吗？这也没什么变化呀。预计将在50秒后将会发生大范围性的停电。223、267，电压达到280伏了。这电压怎么会变这么高？现在电压高于220伏了，这就说明着整个大厦的电力系统正在超负荷运作。35秒、34秒、30，爸，赶紧把除氧器打开，马上就要停电了。好。预计将在50秒后发生大范围性停电。哎呀，他还真演上了，他不会真的以为有奇迹会眷顾他吧？要不是世界末日了，我还真想把下一届骑士影帝颁给他。放弃挣扎吧，就算你现在承认你们造假的事实，你们也必须付出代价。15秒，14秒。还在演？你们大厦必须为今天这场闹剧做出赔偿。我要你们西南板块的陆地。哎，那你们大厦的东北地区就赔偿给我们吧。你们大厦不仅要做出赔偿，还要在全球媒体面前下跪道歉，承认你们造假的事实，永远退出未来联合盟，并且合法身份也终身不会被再承认。大夏一旦退出未来联合盟，我们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。裴强，你确定有把握吗？还剩10秒钟，请没有做好准备的大夏居民立刻打开除氧器，还剩7秒钟就要停电了。大夏，放弃吧。如果你们大夏愿意成为米国的附属国，我可以向特普森先生求情，保全你们大夏；否则，你们大夏会被踢出未来联合盟。大夏是什么后果，你们自己最清楚。裴强，你确定这个东西真能启动吗？我不能拿全大夏的人民开玩笑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停电了！停电了！我们大夏研发的氦3引擎核心终于成功了！注意！注意！大夏已经全面停电！注意！注意！大夏已经全面停电！终于可以狠狠打脸那些故意抹黑我们的西方世界了！氦3核心启动的成功，是不是意味着真的可以进入第7次工业革命？这个可以实现宇宙遨游了吗？探索宇宙是大夏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梦想。我飞天、嫦娥奔月，都是我们大夏民族对宇宙的浪漫幻想。没想到今天竟然真的实现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实现了！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成功？这一定是他们联合起来捣的鬼。就算你不肯相信，也没有办法。停电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。我们大夏真的就造出了你们造不出的氦3隐形核心。就算停电是真的又如何？那也不能证明你们的氦3核心引擎是真的。对，
氦三引擎核心的启动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，而刚刚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没错，而且氦三引擎产生的推力会将地球公转偏离轨道。刚才感受到了吗？这个引擎核心肯定是假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偏移了，真的偏移了！这一定是氦三引擎核心启动的原因。如此一来，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就得到了验证，就不用抛弃地球，去宇宙逃亡了。这么小的震动，你们也敢说让地球偏移轨道？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造假！我只相信宇宙检测中心的东西，在没有收到消息之前，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让地球偏移轨道哪有这么简单？你知道需要多大的推动力才能让地球偏移轨道吗？就算是全球的所有动力装置加在一起，都不敢说能让地球偏移轨道，而你们居然敢公然造假！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造假？如果你不相信，你自己去检测中心查一查。太空检测中心发来消息：地球在刚才发生了3毫米的轨道偏移。重复，地球在刚才发生了3毫米的轨道偏移。这绝对不可能！刚刚就是这台小小的引擎核心，让地球偏离了它自己的公转轨道3毫米。可惜只有一台引擎核心，不然产生的推力肯定不止3毫米。但这已经足够证明地球流浪计划的可实施性。秘书长，这下我们可以纳入投票之列了吧？地球流，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你刚明明答应过的，只要我们能够验证氦三引擎核心的启动，就会让地球流浪计划加入投票之列。你这是想当着全球人民的面反悔是吗 ？Yes， 偏离轨道的数据是真的，氦三引擎核心也是真的，但是你们建造氦三引擎核心的所有数据全都是盗取我们密地区的，所以这个氦三引擎核心应该属于密地区的。对，早在几十年前，我们就联合米国开始着手研发氦三引擎核心了。你们的建造数据都是盗取我们的。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的数据是盗取的？氦三引擎核心明明是在裴强主导研发下，从无到有，从零到一研发出来的。证据？米国说的话就是真，哪里需要什么证据？一群强盗！难道你们想当着全地下城人民的面抢我们大厦的东西吗？什么全地区直播，不都是假的吗？哎，直播怎么突然断了？画面怎么没了？这是想断开直播，公然抢占我们的氦三引擎核心！我警告你们，这里的事谁都不准泄露出去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再这样做？秘书长还在这儿呢。秘书长，你看他敢说一句话吗？无耻！你们米国一直是这么无耻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国的安危。你们发的战争财还少吗？现在地球都要毁灭了，你们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安危吗？让他给我闭嘴！裴强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死地。特普森先生敬重你是个人才，竟然靠着自己研发出了氦三引擎核心。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。放心，现在全球直播都已经关闭，没有人会知道你做出的决定。你这个混蛋！我要把你们米国的真面目公之于众。裴强，你只要交出氦三引擎核心和所有研发资料，我可以求特普森先生给你一张米国绿卡。以后啊，你就是米国精英人士啊！而且，特普森先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继续推行地球流浪计划，这样还可以拯救全人类呀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，我劝你啊，慎重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
你们这些垃圾要是守信，就不会害大家被害闪爆炸而灭亡，更不会造飞船先自己逃跑。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骗子，骗了全部居民那么久，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你们的。你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人的死活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把海森的资料交给你。你最好看完这个再回答我。爸，依依，你们把他们怎么样了？你最好看完这个再回答我。爸，依依，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在这里绑架我们？你们就不怕被发现吗？爸！李强，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，你这孩子刚刚出生，想必你也不想让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见到父亲，直接嘎了吧？裴强，绝对不要想那么妥协，不要管我和孩子的死活，只要能保全人类，保全大夏，我和孩子死也可以瞑目。小子，别以为我不敢杀了他，只要我动一动手指，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家人。儿子，觉得正确的事情，他就是死也支持你。依依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放了他们。哎，想救你的家人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害森、王鑫和所有的资料都上到地球人身上。裴强，你没必要为了这些外人放弃自己的家人啊！毕竟那些人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想你刚出生的孩子呀！你放心，你在这里的所有决定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你只需要口就可以了。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大夏。如果我今天总活下来，我将来该怎么面对我的家人？凭他们欣然赴死，那我又有何惧？就算你不怕死，难道你不想见见你刚出生的孩子？难道你想让他刚出生就死吗？作为父亲，我对不起他。为了大夏，为了全人类，我必须这么做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爱国人一样贪生怕死。按你们大夏的古语来说，你就是经久不屈，屈发久。既然你不怕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只要你死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米里去的。裴强，你赶紧跑！只要有你在，大夏就有希望。都给我住手！早在我将隐形核心运来之前，就在隐形核心里面装好了炸弹。只要我按下去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死。就算把汉三隐形核心毁掉，我会把它交到你们手里。哼，你还敢威胁我们？大哥，你要是把这里都炸了，你们大夏的地球流浪计划将永远无法实行。就算我不能带着大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，就算我不能为大夏做出贡献，也不会做大夏的对手。正好还能带着你们这些毒瘤一起去死。赶紧抓住他，把遥控器给我抢过来！特普森，你居然在联合盟大会上公然大打出手，你们还有没有廉耻和道义可言？特普森先生想干的，谁敢反抗？大国风范是要有实力，道义要是通过拳头打出来的，要不然想让我们像你们大夏一样整天满嘴道义，对吧？你们敢跟人家女朋友啊？谁说我不敢？让他们都下去！我现在就引爆炸弹，他们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。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，刚刚就是小小的开个玩笑，我们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样。好，既然可以商量，那就把全区的直播全都打开，还有再把你派去绑架我家人的人全部都撤走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让他们撤走。打开全球直播，把地球流浪计划列入投票之列，重新开始投票。不就是想全球直播投票吗？小问题。秘书长，回到你的位置，主持投票会议。哼，就算主持投票会议又能怎么样？只要我们不同意，你们地球流浪计划照样还会落选。
全地下城直播已经连接成功，下面开始全地下城直播投票。他们还真以为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他们的计划就能入选呀？也不看看现在的未来联合盟是谁在把控，就算给他们100次机会，他们的计划也不可能入选。就算他们大夏把氦3引擎核心造出来了又怎样？米国才是大哥，他们大夏的氦3引擎核心迟早也是米国。如今，鉴于大夏代表带来的氦3引擎核心已经验证了地球流浪计划的可行性，现在对地球流浪计划能否加入投票之列开始投票。大夏代表不能给自己投票，现在请其余4位地区代表投票。这不公平！既然这是拯救全球的计划，那全球人民都应该享有决策权。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民都不应该被抛弃。为了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你们的施压，秘书长先生，我建议实行匿名投票。有人觉得应该按照他的建议再来一次吗？我劝你们还是放弃挣扎吧，再来多少次都是一样的。你们是斗不过我们的。没错，只要我们不同意，我看谁敢同意他们的建议。我觉得夏国代表说的有道理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有投票的权利。你觉得管什么用？就凭你们那鸟不拉屎的破点，要不是特普森阁下大发善心帮你们实行诺亚方舟计划，你们国家的所有人就是死路一条。你们这些垃圾国家，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你们不过是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一些垃圾。几百年前，这些人都是奴隶，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。给我滚下去！这个星球不只是你们想花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舅舅还想花的地方。我们理应享有跟你们一样的权益。都给我闭嘴！让你们想造反不成？我们都赞成按照大夏代表说的，进行全体匿名投票。好得很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匿名投票，那就投。不过我可要事先说好，如果这一次大夏的计划再不被入选，那么大夏就必须成为我矮国的附属省份。从此，大夏这个国家名字就得从地球上抹除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说汉语。所有的大夏人都必须说我矮国语。特普森，欺人太甚！我们大夏怎么可能会做矮国的附属国？这样丧权辱国的做法，我们绝不答应。更何况，你们还敢消灭我们的语言，这是想把大夏民族从地球上抹去吗？被你猜对了，我们就是想让你们大夏民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。而且我要更正一点，你们不是附属，而是附属省。多谢特普森先生送给我们的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这样我们国家的居民就有更大的房子住了。你们还没有资格划分大夏的土地，大夏那是属于大夏的每一个人民的。怎么，你们还想像上次一样被我们打跑啊？别开玩笑，20世纪我们的失败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米国出手，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养在家里的奴隶。我看你们也别折腾，反正你们注定会失败，不如现在归顺我们，做我们的附属省。怎么，不好意思归顺我们吗？反正以后你们也不用说大夏语，我教你用矮国语怎么说投降。来跟我学。哇哩哇哩哇，伊斯科罗投降代斯。哇哩哇哩哇，伊斯科罗投降代斯。你们这么嚣张啊！现在全球人民都通过直播看到了你们丑陋的嘴脸，你们就不怕遭到全地下城人民的唾弃？曾经我们大夏也面临过巨大困境，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亡国之战。但即便是亡国，我们也要反抗，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疼，否则他们会一直踩在我们头上。相信你们也不愿意一辈子下等，更不愿意一辈子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巨大的阴影里。所以你们必须得站起来，就像我们大夏一样，曾经被欺负，但是我们坚持住了。如今的大夏才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跟你们说，我们也可以站起来反抗。你把这当人，
你看台下那些废物有人理你吗？都到这个时候，就别想着装逼了，不然我保证，你们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开始投票吧。等结果出来，你们大家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开始投票吧。裴强，如果这次我们真的失败了，我们可就是大夏民族的罪人了。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，一定会有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。地下城所有匿名投票已经结束，现在开始核实大夏提出的地球流浪计划的票数。现在已经有10几个反对票了，赞成票数还是零，我看根本就不会有人给你们投赞成票。没错，我劝你们呀，还是放弃吧，你们肯定是输。我劝你们赶紧和爱国签署条约，成为他们的附属省份吧。到现在为止，全部都是反对票，你们大夏已经没有机会了，绝对不会出现一张赞成票的，放弃吧，大夏。还没有结束，一定还会有机会的。你还是别做梦了，就算是匿名投票，也没有人敢问。要我说，识趣的话，赶紧滚，少在这里丢脸。一定还会有转机的。世界上还有无数弱小的代表，他们一定会和我们站在一起。有赞成票了，有赞成票了。是谁敢给大夏投赞成票？是想被我们米国单凭领土了吗？肯定是司国佬给他们投的赞成票。他们大夏之前跟司国的关系就不错，司国也一直站在大夏那边，这一票肯定是司国投的。我是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罢了。这可是匿名投票，说不定是西方某一个早就看不过你们的国家投的赞成票呢。他们敢？你别高兴的太早，这不够才1票，我敢打赌，这一票将是我们唯一的赞成。10票，有10票赞成票了。怎么还会有人给大夏投票？特普森，我们大夏有一句话叫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大夏入选，那是大势所趋。真当几张票数就能让你们惨败而胜？就算我再送你们几10张赞成票，你们也赢不了。哎，涨了，反对票涨了，又涨回来了。哼，还什么大势所趋？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不如你们现在跪地上跟特普森叫爷爷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还能让你们说的不那么难看。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我们手，你们拿什么跟我干？下辈子都赢不了。裴强，你快看，超了，我们超了。匿名投票结束了，根据最后的结果显示，大夏以231票赞成票获胜，大夏所提出的地球流浪计划成功入选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所有票数都掌握在我们手里，根本不可能入选。这里面一定有人在搞鬼。我要求公开投赞成票的国家，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哪些国家敢给大夏投赞成票。特普森、乔金秀，这可是匿名投票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公开投票国家？我们之所以建议匿名投票，就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受到压迫，这是在侵害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。合法？我看这是你们大夏国在搞鬼，你一心拦着我核验票，这恰恰说明你心里有鬼，你们肯定是作弊，什么狗屁匿名投票，都是你们大夏的阴谋诡计。你们肯定是作弊，什么狗屁匿名投票，都是你们大夏的阴谋诡计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大夏作弊？大夏作为礼仪之邦，就是输也要输得坦坦荡荡，从不会像你们米国一样在背后搞鬼把戏。
大夏赢了就是最大的证据。如果不是你的作品，你们根本不可能会赢。要不然你怎么会拒绝公开投票国？哼，全球谁不知道你们大夏是最恶心的种族？他们经常偷我们泡菜国的文化，如今又公然在联合盟上作弊，所以我要求立刻公开投票国。这不公平！你们联合起来掌控投票，这么恶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如今我们大夏赢的是光明正大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质疑？既然你说光明正大，那就再光明正大的来一次公开投票。现在我倒要看看谁还敢给你们大夏投票。认为大夏地球流浪计划应该入选的举手。哼，我就知道他们大夏肯定是作弊了。你看，现在没有一个人给他们投票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赢？你们肯定是作弊了！你竟然还敢给大夏投票？难道你们又想成为我们密地区的附属吗？我赞成大夏的计划。我也赞成大夏的优良地区计划。我也赞成。疯了！看你们是不想活了！小心一波把你们荡平！是不是再敢是吧？你们都给我把手放下！竟然敢公然带头反抗米国，反抗我们！你们是想被灭族吗？如果我们怕，就不会站出来。几十年前，我们黑州就是一片没人顾及的垃圾场，只有大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，是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建造铁路，为我们拉动经济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我们怎么置大夏于不顾？就算你们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又如何？我曾在大夏学到一句古话，叫做“人心齐才相宜”。你们美国就是那座大夏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。秘书长先生，现在可以认定刚才匿名的投票真是胜了吧？请你再次公布结果。恭喜大夏地球流浪计划正式入选！恭喜大夏地球流浪计划正式入选！恭喜大家！多谢大家，多亏了你们。你们放心，只要有我们大夏在，我就不敢动你们一手指头。别高兴太早，你们只是计划入选而已，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亲眼看着地球流浪计划的实现。17年时间，我们完成了3000座引擎核心的建设。今天是所有氦3引擎核心建设完成的日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正式开始引力弹弓加速第一加速期，2134年，地球绕太阳加速10年；第二加速期，2144年，地球途经并环绕木星，完成最后的加速。在这有着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，请允许我郑重地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宣布，地球流浪计划的正式启动。这意味着全人类将开始漫长的宇宙流浪计划。